大家下午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的话，我们是要去讲一下美国应该叫蓝妖精是吧？萤火虫航天的这个 Firefly，Blue Ghost， 蓝妖精或者蓝色幽灵或者蓝精灵都可以。蓝精灵啊，他们呢要去着陆月球，这是他们的视频第一次，他们的视频，Firefly 的第一次。Firefly 第一次。好啊，今天呢是老范讲故事和土拨鼠札记一起去做直播。老范在帝都，土拨鼠是在清迈。好，是啊，你先说着，我来去发推特。行，如果要是大家对航天比较感兴趣，可能记得去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随同着这个 ULA 的火神半人马座火箭首飞，当时就发射了一个这个月球着陆器。那个着陆器呢是美国的一个叫做 Astrobotic 公司的这个叫做有损号月球着陆器，也是当时号称是也不叫首个了，应该就是比较早的这个发往月球的由民营航天企业发往月球的这个月球着陆器。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火神半人马座火箭发射是成功的，只不过这个有损号月球着陆器因为泄漏，最后导致了这个导致它的任务失败。所以这是当时呢等于是美国的第一个商业的民营航天企业搞的这个月球着陆器。国内也有很多媒体在那儿大肆报道说美国的这个重返月球遭受重大失败。事实上是什么情况呢？其实美国的重返月球计划大计划叫阿特米斯计划，这个计划的话呢，它包括很多项目了，包括比如就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也包括构建月球的这个门户空间站 Gateway Station， 然后呢，它还包括一个小项目叫做 CLPS， 就是 Commercial Lunar Payload Service。Commercial Lunar Payload Service 月球商业有效载荷输送计划、输送服务这么一个计划。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要是未来我们真的在月球建立了这个长期有人存在的基地的话，那么我们那些宇航员可能就是说在基地的这些工作人员吧，有些时候可能会临时需要一些物资。那这些物资的话，我们如果平时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大运载力的飞船，比如用星舰改的，我们拿星舰改成载人着陆飞船，就是 HLS， 但是也可以改成 cargo landing， 这个就是货运飞船，向月球去送这个大宗的货物。只不过这些货物的话，一般你得大宗的才能发射，如果只是一些小货物该怎么发射呢？实际上呢 NASA 就考虑到了，就是说我们有小件快递这样的一个从地球到月球的小件快递，所以他创立了一个这个 CLPS 项目，希望呢用这个来就是说实现一些小件的快递。NASA 提出这个计划以后，那么当时呢就有几家公司就是进行了招标，就有几家公司来这个参与竞争。后来呢决定就是说初步参与的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Astrobotic， 就是航天机器人公司。除了航天机器人公司之外呢，还有2家公司，一家呢叫做这个一家叫做直觉机器，就 Intuitive Machines， 那就是后来在这个刚才说的有损号发射后不久，就这个直觉机器公司就也向月球发射了着陆器。那还有第3家公司，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 Firefly 萤火虫航天的这个Blue Ghost， 总共呢是3个这个月球着陆器，3个商业的月球着陆器，参与的都是一个项目，就是将来准备为这个就参与 CLPS 计划，准备未来的这个阿特米斯计划进行这个地球到月球间的小件快递服务，这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目的。那相对来讲呢，这次的这个 Firefly 应该是这3家公司里最晚发射的，所以我们也来特别关注一下。而且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的是，Firefly 的这个 Blue Ghost
是今年的1月15号发射的，这是它的第一个探测器。但是那个直觉机器公司，我刚才已经说了，直觉机器公司在去年2月份就已经发射了它的第一个探测器着陆，而且是成功的着陆了月球。那么今天就是在今年的2月26号，直觉机器公司发射了它的这个第二个探测器，叫做咱们可以叫这次任务代号就叫 IM2 也已经发射升空，现在呢正在从地球到月球的转移轨道上，预计3月3号进入月球轨道，3月6号也将实施这个月球远着陆，等于我们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马上就能看到2个月球着陆器的远着陆。那如果要是这些着陆器都取得成功，包括后来的这个有损，那 NASA 将来在它的阿特米斯计划上面的这个等于小件快递服务的选择余地就很大了。我有好几个这个快递供应商嘛，这是大概的一个总的这个构想。然后呢，再说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次的这个发射，那本身这个 Blue Ghost 是在北京时间大概是在1月16号发射升空的。它呢先是在地球轨道上，地球轨道不是一个仅仅是椭圆，它做了几次变轨啊，运转了大概是25天，进行了大量的和轨道调试工作，然后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在地月转移轨道上从地球飞到月球飞行了约4天的时间，然后又飞行了16天，也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它是在一个相对于比较高的轨道绕着月球运转，然后呢，它就这个降低了它的轨道。现在呢，它基本上是运行在一个距这个月球表面约100公里左右高的这个轨道。待会儿降落的时候，大概整个历时呢，大概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它要降低，最后落到月球上。那这就是今天大致的一个过程。我看有人在问说，这个猎鹰9发射了日本的白兔。是这样，这次随同这个就是这个 Blue Ghost， 就萤火虫的这次 Blue Ghost 实际上一块发射的是2个月球着陆器。2个月球着陆器的话，第一个月球着陆器呢，就是相当于我怎么叫第一呢？就是说是装在猎鹰9号火箭上，然后一上一下这么装在上面的这个是日本 iSpace 公司的白兔号月球着陆器，装在下面的就是咱们今天要着陆月球的这个叫做这个 Blue Ghost 月球着陆器。白鹿号月球着陆器我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在2022年的年底，日本的这个民营航天企业 iSpace 就发射了它的，也是搭载猎鹰9号火箭，然后发射了它的第一个这个白兔 R-M1 这月球着陆器。但是呢，最后在着陆月球的时候，距月球表面约90米左右的高度的时候，因为它的后来因为原因是，第一个是降落地点发生了调整，然后它的整个降落的这个控制也有些问题，最终造成白兔 R-M1 这个月球着陆器坠毁在了月球表面。那这次的随同这个 Blue Ghost 一起发射去月球的这个第二个的白兔iSpace 的第二个白兔 R 月球着陆器就叫做白兔 R-M2。只不过我刚才为什么介绍它在这个猎鹰9号火箭上的放置位置呢？是因为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之后，那么首先呢，它是先释放了这个白兔 R-M2 这个探测器，就等于它释放它的时候轨道较低，然后2级火箭带着这个 Blue Ghost 继续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释放的这个Blue Ghost 就到达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 Blue Ghost 这个探测器可以很快的就到月球，从发射到这个到进入月球着陆总共用的时间也就是40天左右嘛，大概是这么长的时间。那就是因为它的等于它把主要的运力实际上都给了这个Blue Ghost 了，而白兔 R 被
比较早的释放，相信呢 iSpace 公司花的钱也少，所以它被比较早的就释放了。释放了之后呢，那白兔 R 月球着陆器就需要利用多次的地球引力弹弓，最终飞向月球，可能是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到月球去着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解。那以后是不是这种快递就是扔上去一次也得几十天、10天、20天才能到？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 IM2 就是这个直觉机器公司的这个 Nova C IM2 着陆器的话是，2月26号发射的，3月6号就在月球表面上着陆。它这次我刚才也说了，就是 Blue Ghost， 它在地球上的25天里，它很多是进行仪器设备的测试工作，对，测试，然后轨道调整。到月球上，它又做了16天的，所以大概比较短的时间。应该是就是目前刚才我说这 IM2 从2月26号到这个3月6号8天时间还能再压缩，应该是4、5天时间就差不多了。是4、5天就可以到月球了，还是比较快的。那像它这种小件的话，是不是它成本是很高的？像这个着陆器未来真正正式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啊，地球到月球的运载能力大概是25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次的这个Blue Ghost， 它这次的载荷有效载荷是94公斤。上次的这个 IM1 就成功着陆的 IM1， 那它的这个携带的载荷是100公斤左右。这次的马上3月6号要着陆的 IM2， 它的载荷大概也是在100公斤左右。所以我这里面还要强调一下，就是说上次 IM1 着陆月球的时候，它的这个降落月球的，就是这个落点实际落点和预计落点的这个距离偏差大概是1.5公里，而原先的计划呢是在1公里以内。那它当时的降落精度等于还比较差，因为当时它最后的真正实现降落导航的那个设备出现了故障，它用多普勒雷达来进行的导航。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就来看它这个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Firefly 的这个降落精度，因为你可以想象啊，就是说未来假如比方说老范你在这个基地里，然后呢我给你送一个快递来，然后我投在了比方说2公里之外，你要去取是不是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了？所以的话，高精度的降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在去年日本的这个 SLIM 月球着陆器也是一个这个商业着陆器，它把降落精度就控制到了这个100米以内，降落精度就控制到了100米以内。咱们3月6号如果做直播的话，根据预计 IM2 的降落精度也会到100米以内，也到甚至是75米以内。就是说这个现在等于都在做高精度着陆，然后相对应的中国的嫦娥5号的降落偏差大概是2.4公里，嫦娥6号因为在月球背面大概偏了10几公里。好吧，这个看来我们还是比较糙一点。对，因为那你刚才讲说这个是小件快递，那现在比如说从地球到月球之间，如果是我集中的去送货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成吨的东西扔上去，就像扔个集装箱上去之类的事情？可以啊，那你就是这个像这到时候送宇航员上去，4名宇航员维生设备这些的得多重啊？你把它变成货物不就完了吗？对，对，那就用星舰的在星舰那个月球飞船，星舰改的这个月球着陆飞船，再改成货运飞船就完了嘛。那个没问题，那是大件快运。是，对，因为但是像它这种货运的这种着陆器，感觉还是不像我想象那样。我觉得应该还是个方盒子或者圆盒子，然后直接往下扔就完了。它为什么还需要搞这么复杂？这个还要有太阳能板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天线这些东西？它本身上面还装了大量的一些仪器设备。就等于到时候你根据需求不同了。它现在的这些需求就是说是要携带了大量的仪器设备，就比如这次它就大概带了10个仪器设备。老范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下我的那个 PPT 吧。好，这里
我看再往下，待会儿咱们再介绍这就是3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参加 CLPS 的这3个这个公司的3个月球着陆器，正中间的最前面这个就是 Firefly 的 Blue Ghost， 然后屏幕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瘦高的这个就是直觉机器公司的这个 Nova C 月球着陆器。那么在左侧的这个有点白色的这个就是Astrobotic 公司的这个有损耗月球着陆器。这张图是。那么像这种这个送快递的任务，中国公司有参与的吗？NASA 应该不会允许你中国参与的。好吧，那咱们自己玩自己的吧。自己玩，自己还没有这个想法呢。现在，好吧，中国的这些民营航天企业，你像银河航天应该搞这个是吧？不，银河航天他们只能做星，他们做不出这东西来。我知道。是。好，我们再往哪看下一页。对。你看一下，现在这是一个这个Blue Ghost 的一个组成。我们看到的最后着陆月球的是上面这一部分，就是着陆器。它在下面实际上还有一个轨道舱。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想要一些轨道服务的话，那我把着陆器去掉，然后用它的下面这个服务舱或者叫轨道舱，然后再带上一些根据我们需求的载荷，就可以来实现这个绕轨的比较长时间的运行。也能看出来，它现在的就整个的这个着陆器，实际上它的重量大概是在2.5吨左右，然后呢2.7吨左右，然后呢是向月球的输送的载荷是240公斤，它现在这个供电是就400瓦。等于你像太阳能电池，像这个着陆器上的太阳能电池，它要为最后着陆的这个有一部分是要为着陆的时候的这个姿态控制系统啊这类的这个供电什么的使用的，而且它要有着陆发动机，也要着陆的这个燃料、贮箱这类的东西，所以它要占掉相当一部分的体积和重量。那最终的是其他的。当然，你3月6号要降落到表面的那个 IM2，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超强的功能，它可以降落一次不行，它能再飞起来一段，然后再跳跃一个距离。你换个位置，那个功能就更强了。但是一直都还没试过啊。第一次的时候没试过，这次 IM2 要降落的时候也不打算试这个功能。对，这种东西什么时候能发展到说这个挂个降落伞就扔下去呢？月球没有大气啊，几乎你扔降落伞没用啊。降落伞没用，它应该也有吧，只是比较稀薄吧。火星大气的密度，表面密度大概相当于地球的0.5%，月球的大气密度不到地球表面的1/1000，大概相当于地球上空200-300公里的那个密度。OK， 好吧。这已经在地球上外太空了，是吧？是，还是得自己喷。那它那边降落到什么状态了？还是在屋子里头看呢？没有，还是在屋子里呢，不管它。行，那我们继续。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有效载荷的这么一个分布图。然后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里面的载荷吧。首先呢，就是它又带了一个月球反射器。这个反射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放在月球表面上，然后你地球就可以打一束激光照到它，然后它再给你返回来。主要是用于来测量这个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的。我记得以前中国的网上老在说什么阿波罗载人登月的时候那个是假的，是骗人的什么的。实际上，每次阿波罗登月基本上都放一个月球这个反射器在上面。你要是想证明它是假的，你就按照它的这个参数，然后这没有反射就可能是假的。它要光回来了，那就绝对不是假的，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带的设备呢，就是一个这个月球环境太阳圈 X 射线成像仪，它主要是用来研究这个地球磁场和太阳风的相互作用。这个实际上就等于附带的一个设备，然后我们来对地球的这个外层空间，地球周边的外层空间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就不用太多介绍了。然后第3个呢，它里面带了一个那个可重构耐辐射的计算机系统。就是说，未来我们真的建立了月球基地之后，那么可能经常要在月球的这个基地之外进行作业，所以你这些电子设备在辐射呀什么的情况下，工作的到底怎么样？还是要进行大量的实验的。那这次等于就开始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月球表面的这个电磁探测器，这个探测器主要是来记录月表的电场和磁场。帮助人们去分析月球这个地幔的结构和成分，就让我们对月球进行进一步的了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稍微要插一句啊，就是这次来带的就是这个 Blue Ghost 带的这些探测设备，主要还是针对于比方说地理啊、气象啊什么的。而3月6号要着陆的那个 IMR 实际上带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设备，甚至要试验用地球的 GPS 来在月球上实现全月球，就或者说月球正面的这个导航定位都会做，而且要测试在月球表面构建这个4G LTE 网络也非常有意思。没有往上的发这个 GPS 卫星吧？就是拿地球的 GPS 卫星信号啊，拿地球的 GPS 卫星信号啊，就理论上讲是没问题的，就是定位精度，你就等于是拿它的信号来做，你可以多测几颗星嘛，对吧？理论上是没问题的，理论上是说得通的。这个运算比较复杂。那个到时候咱们可以待会儿完了以后，待会儿说，或者是下次直播的时候说。那我也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就是说刚才说了4个了，第5个带的设备呢叫做月球地下热流探测器，这主要还是了解月球的这个构造的，因为我们要建立月球基地，想在月球上真的建基地，对月球的了解一定要多。对，然后这个也是第6个，它这儿也带了基于 GPS 的月球卫星导航系统接收器。它现在的等于是什么啊？它这个接收器的主要作用是接收地球上的这个 GPS 卫星信号，然后把它放大，然后你将来在月球上进行用的时候，实际上是接受这个经过这个接收器放大了的信号，然后来进行这个导航定位。具体怎么解算，那是算法专家的事儿，我也说不明白。这本身这个理念是非常强的。是。然后第7个呢是有一个这个真空室，它主要是来获取月球表面的那些风化层，然后因为它的这次载荷有限，所以它把那些风化层上面的物质获取之后，它会先保存在这个真空室里，然后呢准备以后由另一个这个能够具有返回功能的航天器给它取回带回地球。这就有点像 NASA 的这个将来火星取样计划，也是先是让现在已经在火星上的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取样，那未来再派一个取样器取样，然后再返回拎回来。对，整个这个构想实际上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呢，第8个呢，它是要测试一下这个一种防尘设备。这个防尘设备它特点呢，就是主要是利用电场来进行防尘。就是利用一个交变的电场，因为我们有很多精密的设备，包括光学设备，那月球上又有很多这个月尘。那这次的话，等于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现在等于测试一下我们新的一项防尘技术，等于所有这些都是对未来的，就是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对未来建立月球基地，真的想在月球上进行工作的时候，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技术。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3D 的这个还有一个研究月表雨流的立体相机。这个相机它主要的作用是研究这个发动机喷管朝着月球表面这个进行喷的时候对月球月壤这个影响，然后主要是研究怎么样在降落的时候尽量小的降低这个月壤的扬起。这也是一个就是未来会很实用的技术。然后最后一个第10个呢，就是月球的这个风化层的粘连特性研究，主要就是研究月球的那些月尘怎么粘到这个
仪器设备的表面的。那有了这个研究成果之后，将来我们就可以有意的，就是设计的这些仪器设备表面就不容易沾到月尘，这等于也是为未来的这个月球基地等于做铺垫的，等于是底层技术。行，所以总共就是从它所带的设备，我们就能看出来，它都是在为未来我们真的其实是在月球上进行工作的时候而准备的技术。好，那个将来的这个3月6号那个 IM2 还有好多，就更有意思了。比如我这里面说一个，它有一个跳跃式的这个我们叫机器人也好啊，是什么也好，它为什么要搞这个跳跃式机器人呢？那就是因为有些这个它因为 IM2 有一个主要的任务是到月球表面去找水，那实际上月球的水一般都是在这个见不到阳光的地方，所以的话，你这个主设备如果落到见不到阳光的地方，你就只能靠电池，你电池剩余的量不够，那很快就没电了，你就工作不了了。所以你主设备还是要降落在这个日照区，只能就是说这样，你再派一个可以移动的设备过去来这个探测，这就比较好。但是呢，还有很多照不到月球的这个照不到阳光的地方，它实际上除了背向这个阳光的一面以外，还有一些它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实际上是在它那个坑里面，坑的比方说是洞里面，它的这个跳跃式的设备就是要跳到这个坑里，跳到这个洞里去这些见不到阳光的地方去找水，所以这个整个构思是非常巧妙的。好，我们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是它的飞行轨道。对，这个飞行轨道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说，大概是先是发射了以后，先是在地球上转了25天。那这25天，一个是测试仪器设备，一个是进行轨道调整，然后用4天的时间从进入地月转移轨道，从地球到月球，然后又绕这个月球飞行了16天，也不断的变轨，大家从这个图上都可以看出来。这就不多说了。这个有人写了说，这个月球导航技术是 NASA 跟意大利空间站空间局合作搞的，接收 GPS 和伽利略的信号。卡尔是这意思。好，它等于就是在月球朝着咱们这面是可以干的，然后另外一面就磨了。对，你们另外一面就磨了。不过你先把朝着咱们这一面搞好，是吧？我觉得您老急着去炒背面，你这不是舍本逐末？你先把容易的先。背面有外星基地啊！我记得小时候就看这个，说背面有外星基地。你先把容易的干了。你说没事，中国老是去研究这背面了，你正面的先给干好。好，那我们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嘛，是吗？下一页吧。另外一侧现在高度是61公里，61.32，速度是5938公里。你从哪儿看的？就是我看到那个刚才那个直播的画面上。行，我这屏幕太小，我看不清，我的没办法，在泰国我这只有一个屏幕了。是我再翻一下后面那个，然后现在上面写的是35分06秒05秒，它等于不停在倒计时。对，行，咱们马上完了，我这都看不太见。我盯着。对，再看最后一页吧，应该还剩最后1页到2页了。这是没了哈，上下两节。对，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一个服务舱，一个着陆器，这就是一个服务舱和着陆器分离的画面。但是现在我们等于这个送快递的过程留下来的垃圾还是很多的呀。咱们真是越来越环保了，目前可能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个
我们等于送了100公斤的东西上去，然后留了一个可能好几吨的东西在月球轨道上，然后在地上可能还留了一个可能100-200公斤的这个壳在上头。真正有效的载荷就是100公斤嘛。对，目前是这样的。等到技术再升级吧。等技术升级了以后再慢慢捡。我觉得地上东西好捡，但你说你在月球轨道上扔一大堆这种东西，这个顺着它的这个磁力转来转去的也挺瘆人的。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比地球的这个风险小吧。地球上东西太多了，但是最后反正慢慢清扫呗。对，比地球上还是要少多了吧。最后应该是还有一页，对，这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降落过程。降落过程我就整个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就是它首先呢是大概从这个在-63分钟的时候，差比我看现在就是吧，也就差比是现在这时候33分钟，现在还有33分啊。先是从-63分钟的时候，这个开始就等于离轨了。然后呢，从100公里大概就开始往下降，然后到了大约是-11分钟的时候，降到离月球表面大概20公里左右的这个高度，然后从-11分钟的时候再开始，然后做进一步的降低，等于就是刚才说了，从-63分钟到-11分钟，基本上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呀？就是这个圆弧段最上方的这个圆弧段，然后从-11分钟就是20公里，大概降到500米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基本上接近于垂直的这一段，然后这一段呢是从-11分钟到大概最后的这个100秒左右吧，100秒就是垂直段和这个稍微有一点倾斜的直线段，就这一段是从这个大概20公里一直降到最后1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范围。从时间上看呢，是从这个-11分钟到这个-100秒左右。那么到这个-100秒的时候，那这个整个这个 Blue Ghost 就到了这个最后着陆点上方的这个正上方这个位置了。最后的这11秒钟等于就是基本上是垂直的下落。此时呢，它能把这个就是下落的这个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降落到这个月球的表面。说到精度的话，我估计因为我没有查到特别详细的数据，如果要是保守点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的精度还是要在1公里左右，可能现在他还暂时做不到这个就是做不到就是 IM2 那样的想100米的这个要求，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啊。当然，也许他去和这个日本的这个 SLAM 这些搞 SLAM 的这家公司合作，然后拿到了一些高精度的这个着陆技术之后，也能把精度降到100米以内，也有可能，大概是这意思。好，OK， 回到这边了。现在是还有30分钟。你这个是30分钟，现在这个48是什么？我这屏幕太小，看不清。高度我估计是高度啊，48公里哦。上面那个是速度，5000多的是速度。5000多哦，行。因为我看不太清屏幕。行，要不要看？对，看看大家在现场有什么聊的。有什么？对，我看还有人在讲说这个 Firefly 是不是最后生还者里的反抗组织的名字？好像是。那个我还没看过。这个是昨天晚上黑龙江有什么卫星进入大气层吗？好多视频，这我没注意。我也没注意，今天。我们都是在忙这些事情，然后我是现在有2条视频在后边在渲染。大概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关于比方说 CRPS 就是月球
商业有效载荷这个运输服务，对吧？包括今天的这个萤火虫，包括几天之后的这个 IMR 什么的，都可以来聊一聊。现在大家因为最近这几天就是这种月球着陆器是很多嘛，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就准备开始去计划整个的月球永久的这种基地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现在的这个首先月球永久基地早就已经就是计划好了，这个应该不用什么那什么。然后这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就是说，比方说今年的这几个，我觉得因为它都是民营航天企业，然后正好就赶上了。另外，你像包括这个 Firefly 吧，实际上它是 Firefly 和 Rocket Lab 两家公司合作的。那这个 Firefly 的这个 Blue Ghost 和这个直觉机器公司的这个 Nova C， 它本身是竞争对手啊，你打了我肯定就得跟进呐，是吧？就跟去年的时候有损打了那个直觉机器也马上就打了那个什么它的这 IM1 一样啊，你现在你的这个Blue Ghost 打了，我直觉机器我也得跟呐，这是商业竞争的一种行为吧？我不太懂。但是你最终你要去建这个永久性基地的话，肯定还是要这个几家合作的嘛，你不可能说一人建一个呀。不是，永久基地的建设肯定是几家合作，但那是大事儿，它只是为永久基地建设提供一个小件快递服务嘛。是，它只是将来等于就是保障条件之一。保障条件之一，包括它那研究的那些项目也都是保障条件之一。等把这些保障条件攒鸡毛凑胆子都凑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差不离可以开始那什么了。你说呢？这是我的理解。对，但是像小件快递，它为什么不是说在月球外面做个轨道站，然后每次送到轨道站对接一下，然后再从轨道站扔下来？月球轨道站这一块建设也有啊。月球轨道站就是月球门户空间站嘛，未来也会有的，但是它还要有一个直递的服务啊。OK。月球的从地球扔上去，月球轨道空间站叫这个 Gateway Station 嘛，本身已经在规划之内了。OK， 就等于人家想的这个就是手段有很多种，相当于而且你本身啊，如果要是一个小件儿，我给它送到月球轨道站，然后再用这个月球轨道站到月球之间的穿梭飞船来运，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划算。那个得经过仔细划算，因为你也得消耗大量的燃料，对吧？这个轨道站上，在你月球基地，假如月球基地建成了，然后我能够在月球上生产推进剂了的时候，这个你那个提议可能就更好一些，就更省燃料一些，因为我能在月球上，我落到月球上，然后在月球上就生产燃料，加注燃料，然后再飞回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轨道站上，这可能比较好办。但是如果要是没有的话，我那时候还没建成的话，那还是从地球直接扔可能更省燃料。对，直接从地球上运过去可能更省燃料。那地球扔上月球能够生产的燃料应该是氦三吗？找到了水就是氢氧啊，氢氧就行啊。氢氧就行。对呀，水电解了扔上去。对呀。找到了水电解了就行了，我往上面扔几个核电站，小型核反应堆电站，不就完了吗？是。有人说这个全程没有直播画面，就2个指标，这个玩意儿它毕竟不是马斯克，对吧？你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像 SpaceX 的这样的中继站可以把画面传回来。对，可能将来那个什么可能会好一些，那个 IM 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其实现在给你直播画面，你也看不出什么来，因为它就是在这个萤火虫上，就是在这个Blue Ghost 上装个相机，你就看着它在那块儿，下面就是个月球，你往那儿飞，实际上你也看不出什么别的东西来。这个从月球上要把这个视频传回来，是不是要延迟一段时间？从地球到月球不就是大概1秒多钟的时间吗？
延迟。对，但是你是间断的，它到月球背面去，你就看不到了，没了。你等于你能够看那个画面也是断断续续的。是，所以就说有些大家要理解啊，中国还是比较牛逼的，就等于是到月球背面去，通讯问题它怎么解决？就是等于它放了一颗卫星到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就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轨道连线在月球再远的那一端，然后它在这个地月这个轨道平面的垂直平面上这么转，就等于这个方向就垂直于屏幕这方向是假设是地月轨道平面的话，那么我的那个鹊桥卫星等于是垂直于这个平面上下这么转，然后来用它来做中继通讯卫星才行，对吧？所以有人问了，说这次着陆在地球可视区的东北角，为什么不向南北极靠近点？南北极才是探索的热区啊。是这样。如果要是去南北极的话，它应该探测的主要是去找冰、去找水，或者是去找冰去了。那 IM2 探测器执行的就是这个任务，它就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那如果您对这感兴趣，我们看看，如果有可能的话，3月6号那次降落也做直播，这个就到时候再说。但是这次的话，它有它的一些探测目的，所以它选择了在这个位置，它又没有要去找这个水冰的。所以他就没必要选择在南北极附近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关于星舰的发动机，他们的技术水平能做最大的发动机吗？能做大的发动机吗？关于星舰的发动机能做大的，它现在大的不就是这个能够大了吗？猛禽的3代嘛？关键问题不是能不能做大的问题。关键你要总体考虑，就比如星舰现在装33个或者说35个，你说非要装5台发动机，要把星舰这个发射上去，我觉得啊，首先不说它能不能做，就是说从总体技术上来讲，5台发动机没问题，对吧？土星5号就是5台发动机嘛。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土星5号发动机的话，它装5台发动机。那是按照不可回收的一子级火箭是不可回收的做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发动机，比方说我推力，比方说1000吨吧，我就是假设600吨或者1000吨，它的最小推力是有调节范围的。1000吨最大推力1000吨的这个发动机，它的最小推力可能也得是个400吨500吨。是吧？大概得是这样。像我们的汽车的这个发动机转速，比方说3000转、4000转、8000转，你最低转速就是800转、600转，你不能再低，再低了就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最小推力它是不能太小的，而你要想让它回收，火箭起飞的时候很重，几千吨，但是它烧完了之后，推进剂都消耗了，然后2级火箭分离了。它那壳子没有多重啊，你像星舰的那个超重，它那个壳子可能重量也就是在250吨左右。33台猛禽发动机，每台推力现在是猛禽2代是235吨，那你的那个壳子的重量，最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壳子再加20吨的20-30吨的这个推进剂嘛，也就是个回来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不到300吨的重量。你如果要是5台发动机，你那个推力还不到它的20%、30%，它可能不能稳定的运行。如果要是装5台的话，但是如果要是装33台，外圈20台不工作，我的中圈10台或者甚至内圈3台，我可以很好的去调节，可以让发动机工作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发动机不一定要做得很大。这个是首先从总体技术上来讲是这样的。第二个再说 SpaceX 现在它有没有必要去做它很大的发动机，我认为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把现在这个做好就已经可以了。未来如果它构造更大的比星舰还要大的这些火箭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去做它更适合的这推力更适合的发动机，但是纯粹为了追求发动机的这个推力的大而去把它做得很大，而没有实际的用途，那样这个在工程上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关键还是大的发动机没法在低功率的时候稳定运行。对，就这个所有发动机月球功率到地球之间是1.28秒。应该说，所有的这个发动机都没法在低功率下稳定运行。只不过你的推力越大，那你的在低功率的时候的你的推力也是越大的，有可能就和你的那个重量就不匹配了，对吧？是。加州这里是晚上的12:14。现在这边屏幕上的就是还是在介绍这个Firefly 的一些结构，这是介绍它4个着陆腿儿，对，底下还有4个发动机，对，着陆发动机，4个着陆腿，它没有放轱辘哈。没有轱辘，这玩意儿不用轱辘。你像那 IM 就是 Nova C 那个着陆器的话，它就有6个着陆腿，也挺有意思的。整个待会儿咱们是月壤特别细是吗？对，月壤是比较细，而且它里面有很多这个二氧化硅啊什么这类的东西。它这个，你比如月球的那些氦三，实际上就都包含在这个月壤里。它就是咱们现在能够探测到的那些氦三，其实主要就是包裹在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玻璃珠里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太阳系所有的氦三，实际上都来源只有一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来源于太阳。太阳在那块儿进行核聚变，然后氢聚变，聚变成重氢，重氢再聚变，然后聚变就成氦三。那有一部分氦三会在将来，就是比方流浪地球发射氦闪那时候发生聚变，就留在太阳里面了。但是外层的那些氦三就随着太阳风被吹散到了整个太阳系内。然后那包括地球在内所有的这些星球，就太阳系内的行星卫星什么的，就都在这些弥漫着氦三的这个宇宙中运行了几十亿年。然后地球因为有大气层还有磁场，所以从太阳出发的氦三到了地球附近的时候呢，它本来出发的时候它实际上不是以氦三不是以原子形式过来的，它是以离子形式，就带电的离子形式过来的。那因为磁场的作用，就运行到了地球磁场南北极附近，又由于有大气，所以它只能停留在上层，然后呢就很可能又被逸散掉了，就很难进入到地球的表面。而月球就不一样，月球的话因为没有大气也没有磁场，所以它基本上可以直接就进到这个月球的这个土壤里。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氦三本身原子量很小嘛，它很轻，应该又能够很快逃逸。它为什么能留在月球上呢？就是因为月球同时它还有没有大气以后，它有好多这个经常遭受陨石的撞击。那这些撞击月球的陨石撞到月球表面的时候形成的高温，会把月球土壤月壤里面的二氧化硅给融化，形成特别特别微小的玻璃珠，可能只有几微米大，直径只有几微米，甚至更小，或者大的可能也不到1毫米。那这些玻璃珠里就包含了大量的氦三，所以月壤中的氦三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形式存在的。那月球现在的氦三的量大概是估算从100万吨到300万吨，然后呢，地球上的氦三大概只有200公斤，这个好少。那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们跑到这个离太阳比较近的行星上直接捞就完了呗。金星不行，金星的大气比月球还要密。这是第一个，金星不行。水星行不行？现在没去探测过。那就是说，等于离我们比较近的能够探测到的，那等于我估计就是说，第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可能是水星，对吧？水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是月球，对吧？这个我们看这边是应该在做自检吧，一个一个变成构。对，是在做设备自检。没事，待会儿等看到他那个画面，他现在的这些，我看看，哎呀，我这儿
行，这个道理放在任何工程类都适用，这叫做系统自检。现在在降落前，对，现在已经是降落前的14分钟了。是14分01，我看看啊，14分00。现在降落前，也就是说它的距离的，对，高度是在20公里左右，马上到进入20公里左右的高度了嘛？是。所以的话，它现在马上就要进入仿真是吧？它应该不是实拍。这个不是实拍，这不是实拍，它应该是个3D 仿真。对，这不是实拍。它实际上现在这次要合适的话，它应该给这个实拍画面了 ，UHF 的这个实拍画面。这个是 IM-236号的 landing 月球是在月球南极。对，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这个 IM-2就是在3月6号，在月球南极着陆。目前等于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刚才似乎是月球，是在月面上空掠过的视频，应该不是视频，至少它这个，我估计可能下边这个月面是个视频，但是上面这个着陆器应该是画上去的。对，它这着陆器肯定是画上去的。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就是说是基本上最后这一段吧，我们看的最主要的就是看它最后降落在月球上这一段。一个是不是完整的？不，第一个是不是会坠毁？因为我说了，白兔 R-M1那个探测器就是距离月球表面90米左右高度的时候突然坠毁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降落的时候这个姿态最后落到月球表面的时候有没有发生倾倒？像这个 IM-1 降落的时候IM-1降落的时候就歪了这个30度大概。然后这个日本的那个 SLAM 着陆的时候，等于整个玩了一个倒栽葱，脸朝地了，OK， 脸朝月面了。然后呢，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Blue Ghost 这次能不能够以一个比较正常的姿态降落在这个月球的表面，比较优雅的方式哈。对，然后第三个才是它最后的降落精度怎么样？是。像月球上应该也不怎么平整吧？那肯定不平整的。所以它那个支腿的话是要有这个自适应调整能力的。你像 IM-1，对 Nova C 的那个 IM-1就是没有这个调整能力 ，IM-2可能就有调整能力。光弹性不行，老范要有自动适应调整能力，就等于是我在这个仪器上，我在这个着陆器上装一个发动机点火了，降落的时候这个减速的发动机点火了，那个等于我要放一个，比方说这个水平仪，然后发现它的这个倾角大于了一个角度之后，我要有意的缩短某些腿的这个长度。这个东西正好我搞发射设备的，我正好就做这个，我就负责过这种系统的这个设计，就是怎么样让它最后我不管你地面多斜，比方说你只要在5度范围之内，我不管地面多斜，我最后都让你上面整个的这个卫星就是仪器全都是水平的。这正好是我以前负责了好几个项目都搞这个，都要做这个。有人问这个地月通信的带宽是多少？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这次用的是 UHF， 还是用的是 UHF。另外你问到的是地月，现在呢，目前的这些探测器不仅是地月是 UHF， 那如果这个探测器放出一些小卫星或者说小的其他的那种小型探测器，它也是这个用 UHF。而3月6号要着陆月球南极的这个 IM-2， 那它测试的可是 4G LTE， 等于要在月球上玩手机网络了。可以上去刷抖音了。对，可以上去刷抖音了。这个说在地球上用超高倍望远镜能看见吗？
我估计没戏了，太小了，视角太小，根本看不清楚。对，这个图像左下角英文写着是仿真，simulation 是吧？我看不清楚，应该是60年代就计划好了。这个我觉得就不用管以前的事儿了。对，开始动力下降。对，这一段最后这一段，这是速度已经从6000多降到4000多了嘛？速度在下降。它现在是一个是动力下降，就是说这是叫做着陆发动机的动力下降吧，在着陆发动机的作用下动力下降，同时它还要姿态发动机还要开始工作，就是第一个是调整整个这个着陆器的姿态，第二个是调整它可能进行一些类似平移这样的动作，然后呢让它到最好的着陆点着陆。所以实际上它为什么要绕月飞行16天？当然不一定要这么长啊，但是我们目前发射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像在地球上降落，地球上整个这地理坐标都已经建得很好了。月球上我们现在都没有地理坐标，比方说它的经度零在哪儿，纬度零好说，经度零在哪儿你还根本就不知道。所以的话呢，就等于你先绕完了以后，等于你要根据你现在绕的这情况，选定你自己的一个预定的着陆点，就你先给自己选址，选址完了以后再去降落，相当于就是我们先发射前，我们先有个粗选址，然后绕着它飞行的时候做一个精选址，那最后在降落的时候再调整，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选择降落点的过程。现在的高度就只有16，是16公里吧？现在还有我看一眼，16.342111，我天，这玩意儿下得很快，15。对它应该降落到基本上要降落到大概500米左右，降落到50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然后它开始平移，所以它还会快速的下降，找一平地儿。对，平移就是找最后的平地儿了。咱们坐飞机应该是10000米。对，8000到12000吧。8000到12000，这就还是比咱们坐飞机的高度要稍微高一些。现在，对，就是等它慢慢往下降嘛。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整个这个过程，反正大家要有一些耐心，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相当于是未知的探索。基本上你就想吧，这不是哥伦布第一次到美洲，可能也是第3条、第4条到美洲的船，是吗？是人类这个要实时画面，还要等 SpaceX， 对，等着马斯克往上能放 SpaceX 卫星吧。对，那你不是啊？你现在关键是现在的 Starlink 卫星它只能覆盖地球，它还是没覆盖月球。可以往上放嘛？对。你既然已经往轨道上放了这么多东西，干脆就接着放就完了。那他还要在火星上放。目标是火星，他应该先是给火星上放一堆 Starlink 吧？这先在这练练，先找近的地方练。对啊，他应该先在火星上放一些 Starlink， 我是觉得。对，这16公里还有多久降下去？现在总共还剩5分钟，应该很快就下去了。对，现在还有11公里了，应该非常快。它降到500米的时候，应该就是降到500米的时候，离降落着陆到月球表面应该就是100秒左右的时间了。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就是现在还有几分钟，姿态就已经开始往下竖了。对，就是那个喷口开始往下走了。对，等于从这个屏幕上看的这个线，就是说，500米的时候，500米的时候基本上就应该还是弧线这一块，
要到10米左右的时候才基本上是垂线。是。说这个探月开始的话，必然要对月球进行测绘，建立精准坐标。是的。NASA 已经开始了。NASA 在上一个这个我现在暂时一时没想起来是哪次任务里面已经开始构建这个月球的这个地理坐标了，就找一个点，准备像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一样，准备把它定成这个月球经度的零线了。这个咱们赶快去啊，把各种山海经上的东西都挂上啊。就是老范，你看我说的，就是说是今天讲了这么多，人家做各种各样的这种研究，然后等于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前期铺垫，这真的是要将来去开发月球做的这些准备，包括在月球上设立这个零经度什么的。我觉得真是中国真的想去和别人竞争的话，实际上要从这些去考虑，而不是先考虑先把谁先上去什么的问题，要考虑点实际的东西，不能只考虑打鸡血的东西。咱们先打吧，这个其他的里子再说，对吧？咱们先把面子挣了再说。对，里子不要。华为的那个叫什么？尊界发布会就完完全全的是这个叫《山海经》发布会，里头所有的这个子系统都是《山海经》上的怪兽。哎，今天我外甥还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微信小程序叫什么 IMA 吧？你知道吗？我知道，是微信腾讯做的，然后里头用 DeepSeek 的。用 DeepSeek 还行。好像还行，我今天试了一下，用它来搜这次这个 IMR 的行，给的数据还可以，还可以。现在最好使的还是 Perplexity， 我现在都有点想去付费去了。是吗？那个效果真好，免费一天能使3次，但是其实3次也够了。那就是你得想好问题，一次把这问题全给提足了。是。这个你问他这个老范是谁？哎呀，那总结的，然后让我看的可开心了。是吗？是。你不问问他土拨鼠杂技的土拨鼠是谁？那你用浪费你的次数去吧。行。这个是大国比较喜欢展示咱们的这个月球宽带遥遥领先，好吧？这些技术都没有什么突破，都是你已知的技术。是，这些技术都只是你已知的技术。开始竖过来了，现在还有900多米，就是800米800多米了。我现在能看清楚了，797。对，很快了。我们大家稍等吧。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大概也就是在2-3分钟。2分多1分55秒了嘛，咱们先别聊别的了。咱们就看着他这次的奖。对，来还在做姿态的调整。500米，500米，400米，现在来听了，等于所有的这个都还是正常的。是啊。好，这是下边有框了。对。现在应该是主发动机停了，还剩姿态发动机。对，主发动机已经关了。我觉得在做 PPT 这件事上呢，他们没有 SpaceX 做的好，但是比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做的还是好。对吧？这个就怕比呀。哎，地上的圈儿，看看能不能落中间啊？大概也就是看这个100米以内了。 70。导航现在是很正常的。对。40米，这次应该着陆的不错。是。下边一个看几环。
26，这个图还在动。22、21。这个人家问说这3D 模拟怎么还这么卡？这个就估计你等数据收回来才能去画这个3D 图。对对对。5、4、3、2、1、0。没事儿，它数据会有一些延迟的。又变成5、4、7、6，难道是找地儿啊？现在把所有发动机都关了。所有发动机关机。大家可能是要稍微等一点时间，现在在确认着陆的这个。我估计确认数据完了以后，才能跟大家讲。对。现在来讲的话，大家注意屏幕这个左上这块这4个着陆腿儿，有1个绿的，3个蓝的，这就是绿的。一般来讲是表示，绿的这个已经那个着陆成功了，确认着陆成功了。就是那个绿的，当时就是上面有压力传感器，就表示我那个传感器信号是铁定已经回来了，就是能够确定的，是这么个意思。非常就是说还让大家兴奋啊。那这次的着陆应该是非常成功，它的降落姿态应该也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他们接下来马上要做的呢，是各系统的检查以及着陆精度，最后着陆精度的最后计算。可能这个计算结果不会这么快就能够给到大家。还是那句话，因为月球上现在根本就没有建立这个坐标系，可能会在以后大概1-2天之后，那么会由这个Firefly 在它的这个推特上进行发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上次的这个 Slim 的着陆，包括这个IM1 的着陆的精度，最后也是他们在几天之后在这个上面来发布的。只不过我们从现在来看。Blue Ghost 的这次第一降落的过程是非常不错的，降落前的各个仪器设备也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从现场听到的，我这块您们可能听不到声音，是因为我们怕有这版权问题嘛。我是能够听到，就是各个系统的检查也都是正常的，所以整个这次的着陆过程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大概是这样。是，对。好，他们在吃夜宵啊。对，他们这个指挥基地在什么地方？这个指挥基地我还没有太注意，但是应该可能是在美国东部。没事儿，那个应该是从白宫拿过去的吧？就乌克兰那帮人没吃，是不是就给他们了？汉堡是吧？这是美国和哪个国家合作的项目？右边那个国旗不认识，哪有国旗？这应该是美国的 Firefly 和Rocket Lab 这2家公司合作。Firefly 是应该比较纯血的美国公司，那这个 Rocket Lab 可能有一点新西兰的血液吧，我不知道。这帮人在德克萨斯。德州美国中部时间，是他说不是德州旗吗？现场画面可以停了，老范。好，我也不用在这块儿，要不然2个。对，德州旗我是不认识，我只认识加州旗是一个狮子，因为我没去过德州，不知道长啥样。一个星嘛，孤星共和国嘛。孤星这样的。德州就是孤星。有个工作人员立马背包出去了，真酷，估计赶紧回家了啊，这就不知道了。我也这么干，我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在那儿庆贺，后来就不庆贺，干完活赶紧回去休息去了。对，这就对了。这是德州的州旗，是，加州是熊，对，因为我是在加州还是四处溜达过的啊，然后其他的州就没怎么溜达过。德州就孤星共和国，孤星，我刚才没注意，我光在那块儿在听那什么。东西了，对。
奥斯汀的，对，奥斯汀有一个航天指控中心。是。他这次还有一个备份的这个指控中心，用的是萤火虫，用的是那个 Rocket Lab 的。这个1秒多的这个延迟是怎么做到实时通讯？肯定不是实时，就肯定有不是实时通讯，对，现场是的。就是不是就是等于先做好，然后的话，那个最后的那些降落很多过程，等于都是计算机控制的，对，都是在月球那边的，都是计算机控制下完成的。是德州扑克啊，这个扑克就算了。行，吃那白宫汉堡，白宫麦当劳。这个，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然后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是在周二早晨。老范，我那个稍微打断一下啊，3月4号早上的那个星舰8飞，到现在为止没有新的消息。我有一点点担心它可能会推迟，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星舰的那个超重和星舰飞船堆叠的这个信息过来。另外呢，按照正常来说呢，一般来讲，星舰的这个发射之前，当这个超重和飞船堆叠好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试彩排，这个试彩排 wet rehearsal 也还没有进行。所以我很担心，星舰的8飞有可能会再次推迟，在这儿就先跟大家说一下。行，没问题。好的，那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啊，然后大家等着看我们的预告。如果是星舰8飞的话，应该会做直播。然后有时间的话，如果我们俩都有时间，可能在3月6号还会再给大家直播看看直播这个 IM2 吧。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再见，拜拜。